慢点儿，这都是夫人喜欢的东西，赶紧的，把夫人桌上的东西全部收好。是，周叔。把夫人屋里的东西都搬走。娟儿，好。娘在给你包莲子。娘知道啊，你不爱吃苦的，娘就把莲心给你去掉，娘给你包干净了啊，乖乖，乖乖。将军，东西都已经装好了，夫人的心爱之物也装上车了。娟儿，娘喂你吃啊，来，来，吃啊，吃莲子啊，娟儿最喜欢吃甜的了，来，吃啊，乖乖。娟儿，娘再接着给你包，包好多好多。娘知道你喜欢吃甜的，娘以后啊每天都给你包。娟儿爱吃甜，你也爱吃甜，就是嫁给我，你吃苦了。我们全部留起来，不能让坏人知道，要不然会被抢走的。等我卸甲归田，远离了这些风雨，我们一家人就住回家乡的老院儿。我为你造半亩荷塘。我要包莲子，我要给佳儿包莲子，我要给佳儿包莲子。佳儿，娘给你包莲子。来，我来帮你。不要不要小心啊！不要！莲子，莲子，莲子掉地下了！莲子呢？我的莲子，我的莲子！没事啊，我帮你找。莲子，我帮你找，我帮你找，有我在啊，有我在，没事。不怕不怕，佳儿不怕，娘在，不怕不怕不怕，佳儿不怕。把这个也放好。是，张公子。子清，我都看到了，你带上了我送你的笔墨纸砚。我想到那边也能每天给你写信。算你有心。对了，我给你带那些酒里，有些上面记着蓝绸的，是我爹酒窖里最烈的石坛，最适合天冷赶路的时候喝。你到时候一定要记得喝，可千万别着了风寒。子清，谢谢你。你是一个闺阁之秀，本可以像所有大家小姐那样被捧在手心，可你却为了我家，不惜冒着生死之危上法场帮离歌，还从杀手手中救下风儿。你如此侠义勇敢，真是让很多男子都自愧不如。你与我们沈家有大恩，我要替爹娘，还有离歌、风儿，好好谢谢你。可是你马上就要走了，你打算怎么谢我？我会娶你。我知道你要娶我，我的意思是，你现在要怎么谢我？现在？你教我射箭吧。射箭？我教你写字，你教我射箭，这样也算公平啊。到时候你回来，说不定啊，我已经成为一个射箭高手了。好，走吧。
陆中护不是马上要跟随彭城王出征了吗？怎么，还要先请雅芝请我喝酒？是啊，明日在下便要启程了，有些话对中书令不吐不快。我虽然失了中军职权，可多年以来也算是治军有方啊。等到了北境，我必然会有一番作为。况且，我今日之失，对中书令来说，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此话怎讲？彭城王亲征，如此一来，群臣无首，岂不方便中书令你筹谋布局？一派胡言！我谢某人身为中书令，日常负责的是拟旨草诏，哪儿来的什么筹谋布局？明人不说暗话，一旦战事开始，朝堂定会让士卒拿兵出粮，中书令便可以此为条件，迁至北境，制约朝堂，一举两得。届时，为士卒争取权益，便不在话下。这样的话，还用得着你来提点？中书令，你自然对朝堂心如明镜。彭城王出征，他必然令靖灵王继续布局新政。中书令，你不妨趁他羽翼未丰之时，暗中掣肘啊！若你们真的遇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，也自然会有人为你们从中调和。你刚刚说的这些，到底目的为何？你我同为士卒，自然是同仇敌忾啊。只不过届时，我陆某身在北境，对健康鞭长莫及，若有不时之需，还望中书令你暗中相助啊。沈离哥，你果然没死。这些是我对大宋近10年来的民情记录，还有我亲书的经政要略，悉数在此。现在全都交给你了。四哥，这些可都是你的心血啊！四哥希望你不但能做好大战的后方支援，还能在新政实施前提前布下根基。四哥，那士卒树大根深啊，再加上新政一事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一定得四哥主持大局。等到北境安宁，四哥凯旋而归，再将他们付诸朝堂，缓缓图之，也不迟啊。不，新政和沙场御敌同样重要。重振朝纲，一改萎靡不振的朝风，还百姓清明，是我多年的夙愿。你我兄弟一心，万一我回不来，四哥，没有万一。这不单是一个兄长对弟弟的嘱托，
更是我们的职责所在。靖灵王领命，以民为重，护好大宋。彭城王放心，我定不负殿下所托。如果我在北境，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会让三宝联络你。除了三宝，不要轻信任何人。明白。我明日就要远征，今日就多叮嘱你一句：重情义，并不代表可以优柔迟疑、为情所阻。成大事者，必须要有辨明情理的能力。四哥的意思是，母妃是你我最敬重的人，但敬重，并不代表可以凡事依从。孝顺和朝堂更是难以两全。我们都出生在帝王家，更要懂得其中的分寸。这样，才是最好的保护。六弟明白。我的好女儿，你受苦了，爹都知道了。你冒险为我们争取生机，可是爹又怎么忍心看到你这个样子？明日，爹和你大哥就要奔赴北境了，你一定要醒过来，不要放弃自己。经过了那么多波折，好不容易你回来了，我们有难以相聚。爹答应你，打完这一场仗，爹就退役，好好陪着你娘，陪着你，我们一家人无风无浪的好好生活，好不好？月儿，听爹话，答应爹，你不可以再出事。将军安心启程，我一定会照顾好离哥的。我带沈家上下谢过陈良公，离哥的一切就拜托你了。将军言重了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既是他家人，又是他师兄，我是不会放弃他的。我相信离哥也不会放弃自己。好。看清楚了吗？没看清楚，再来一次。你平时不是挺聪明的吗？怎么教这么多遍你还学不会啊？你是将军啊，我是闺阁之秀，我当然学得慢啊。你就再来一个嘛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好吧。眼睛、渐渐、靶心，要形成一条直线。一旦看准，果断射出。怎么样，学会了吗？你累不累啊？要不要歇会儿？没事，我不累。既然你要学射箭，我今天就一定要把你教会。来，自己试一把。
准备，剑尾要和弓弦齐平。来，你别看我，看前面。准备，放箭。不错，你自己再试一个。不行，我觉得我还没有学会。你抱着再来一个吗？不行，一会儿天就黑了。你要想学会的话，还得自己来。来，你自己试一个。啊！你居然会射箭，那为什么还要我教你啊？我早就已经为你学会射箭了，我就是想找个机会单独跟你待在一起，想看你做最擅长的事情，不行吗？子敬，子敬，对不起，是我太木讷了。你就是太木讷了，你就是不解风情，不善言辞，听不懂玩笑，看不穿我的心思，你就像一个木头一样。可越是这样，我却偏又更喜欢你。我喜欢你为我着急的样子，我喜欢你认真答应我的每一个请求的样子。人们都说，有情人会终成眷属，可为什么命运要如此弄人啊？当初我从老家回来的时候，我就期待着我们的婚事能早点落地，可偏偏刚准备提亲的时候，沈家又被陆远陷害入狱。好不容易提了亲，我爹又不同意。后来沈家又再一次落难，现在大家好不容易都平安无事了，我们却要分开，下次见面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子敬，让你久等了。没事，带着思念跟回忆，我能撑到你下次回来的时候。子敬，我的确不善于表达，但我坚定的是，绝对不会放弃。你相信我，以后不管多么困难，我一定会坚持下去。好，我相信你。不，我要让你看到我的决心。这不是我家吗？你带我来我家做什么？沈直，求见王世伯。沈直，求见王世伯。
世伯，我知道您不同意我和紫金在一起，但是我和紫金两情相悦，今日求见世伯，不求世伯现在便答应我和紫金的婚事，只是想让世伯知道，我沈直不是一个软弱退缩之人。今日在场的诸位都是见证，我沈直在此发誓，此生永不负紫金。我紫金也在此发誓，此生非沈直不嫁。就答应了吧。我知你二人情义相当，但眼下危难当头，彭城王不日亲征，普天之下无人不祈求彭城王能凯旋而归，北境安泰。也罢，我今日便用你二人的真情做一个彩头。若我大宋此役成功，我便应允你们。谢世伯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我跟你的心都永远在一起。等我回来。我等你。这些啊，都是你第一次带我去街市的时候吃的东西。我呀，跟你说一个秘密，哎，你可别笑话我啊。其实，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去逛街市，街市也太好玩了吧，又有趣，又难忘。那天的你，笑得特别的灿烂，我都觉得整个健康城因为你而明亮了起来。你还记得吗？没关系，会记起来的。你看这个，这个是你最喜欢吃的随饼，我是因为你喜欢吃我才喜欢吃的。我记得那个时候你问我有什么喜好，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这几十年来，我每天所思所想的都是政事、民事。我能看清朝局，揣测人心，但却不了解自己。是因为有了你啊，你让我知道，我也可以有自己的喜好。我也可以跟喜欢的人一起分享这些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啊？这是芥酱啊！你都忘了？那天你骗我吃的，啊，把我辣得死去活来的，你还在那儿哈哈大笑，你记得吗？四哥今天吃给你看。真的吃了。只要你喜欢，四哥就吃。
擦肩之际已爱上你，爱你。花期开到土里，收集一生流离，待花开再回忆。情深缘浅不由己，李哥，看到了吗？四哥为你放的孔明灯，每一盏孔明灯都代表四哥的希望，希望你能够早点醒过来，不要让我等太久。错爱一生为你痴迷，一生为你倔强，你自由何方？不常离合奇迹，世间父爱光芒。非与丝间交错，心如冰火，刀割不问是非的世界。朝来前往，不诉一生相望。李哥，你一定是听到了四哥的心声的。如果你此时不愿意醒来，也没关系，四哥不逼你，四哥可以等你，哪怕是1年、5年、10年，就是一辈子我都等得起。只要你能陪在我身边，我就知足了。情深缘浅不由己，李哥，四哥就要走了，跟四哥说句话吧。若非背着一世狼藉，再剩下就潦草结局。一颗心在流泪之谜，错爱一生为你痴迷，一生为你倔强，你自由何方？不常离合奇迹，世间父爱已光芒。非与丝间交错，心如冰火，刀割不问是非的世界。朝来前往，不诉一生相望。错爱一生为你痴迷，一生为你倔强，你自由何方？不常离合奇迹，世间父爱已光芒。非与丝间交错，心如冰火，刀割不问是非的世界。朝来前往，不诉一生相望。牵挂一生有你，煎熬一生有你，步步朝朝心如火。执手天歌寂寂默契，给爱已放下。杯酒托人幻化，创作声色自若，追逐远远的世界。一夜不醒，不及勇闯渴望。婉儿知道今日哥哥要走，不忍告别，来此为哥哥祈祷。婉儿愿每日斋戒，以求哥哥平安归来。哥哥一定会平安归来，放心吧。哥哥是婉儿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，婉儿别无所求，只求哥哥能够平安无恙。好妹妹，哥哥没有白疼你。哥哥出征北境是英雄所为，
虽然婉儿心有不舍，却也期待哥哥在战场上建功立业。哥哥呀，只愿做妹妹的英雄，做陆家的英雄就够了。在前线挥洒热血的男儿，皆为勇士。哥哥一定是大宋的英雄。况且，哥哥有勇有谋，一定能够一战功成。一战功成。彭城王心系天下万民之安危，重伤未愈，便率军亲征。高祖在上，一定要听到我的祈祷，保佑彭城王平安归来。高祖保佑，我愿日日抄经礼佛，保佑殿下平安。若能如愿，愿以性命相抵。殿下，吉时已到。望彭城王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平安凯旋。健康就交给你了。四哥放心。今余为公行天之法，佑我大宋万世安宁。众将士听令，开拔！紫兰，不用怕，我送你回乡好不好？嗯，好。爹，大军已开拔，等安顿好娘，我们也可以动身了。人集结好了吗？调令在几日前已秘密发出，现已集结完毕，等候指令。那就好。此战，定要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。儿子知道。沈将军来了！沈将军！走啊！走啊！等一下。沈将军，为何要告老还乡啊？对呀，沈将军，你们一家忠烈，这北境有难，你怎么不上阵杀敌，反而跑回老家呀？哎呀，大名鼎鼎的沈廷章，也不过是贪生怕死之辈。不可能啊！沈将军，你倒是说说呀！沈将军，各位乡亲，是啊，是啊，我愧对于大家对沈家的期望，老夫实在有心无力，无法再上战场，只想回乡过一些安稳的日子。但大家可以放心，此次彭城王亲征，
定会驱除魏军，还世人太平。沈之哥哥，沈之哥哥，子敬，等我。我等你，我等你。咱们走吧。殿下，这次大军开拔以来，您就一直在这儿研究彭城王留下的文书和手稿，连饭都顾不上吃。来啊，坐，坐。四哥把朝政交给了我，新政也交给了我，我不想对不起他。你看。根据这些民情记录可以看出，朝中有部分士族侵占良田，私藏不取，导致财库长期亏空，兵祸也是越来越少。所以四哥临行之前交给我的征兵纳粮之举，恐怕也是一场恶战啊！殿下，朝廷此举一定会妨碍一些士族高门的利益。况且这些年他们私吞不取良田，有违律法。更不想让朝廷知道，这如此一来，征兵一事恐怕是难上加难呐。再难也要面对，北境之需刻不容缓，本王已经做好了准备。只是如果这次要成功，可能要用一些强硬的手段。殿下，属下愿助殿下一臂之力，做殿下的先锋军，好好打赢建康这一战。好。北境之战凶险万分啊！只希望沈将军能够早日到达北境，相助于四哥吧。据说，黎妃可有消息？没有消息，不过婉儿姑娘却在莫然轩留下书信，表达了许久未见之意。婉儿姑娘，几日不见，公子憔悴了不少。一曲《长歌行》，哀婉辗转，怅然不已。婉儿姑娘，果然是我知己。北境战事又起，这次不同于以往，连彭城王都要亲临战场，可见凶险。不知有多少将士要白白牺牲。婉儿是女子，不明沙场战事，但是婉儿相信，我大宋的将士出征不单单是因为使命，他们定胸有积累，心怀抱负，一定能一战成功。不瞒你说，婉儿的哥哥也因此出征，婉儿相信，他一定能够凯旋而归。哥哥，你也有个哥哥？我听说前几日婉儿姑娘在此晕倒，现在身体恢复如何？
多谢公子关心，婉儿十分有幸，那日得一位好心的良公相助，经过他的调理，婉儿的身子好多了。婉儿不禁感叹草药的神奇，并打算以后多向良公请教，说不定有朝一日，一定也能援手他人。婉儿姑娘怀有一颗慈悲之心，每次与你交谈，都会获得一些感悟，不知不觉也豁然许多。公子开怀就好，婉儿也希望公子能够开心。来，离哥，我们起来。你快来看啊，这梨花树下的2个人是谁啊？你还记得他吗？来，这边，你摸摸他，这是一直想着你的四哥。四哥把你画得多美啊！这个字还是你写的呢。你看这个，他怎么把你画得这么胖啊？他一定很想你吧？四哥今天的信啊也收到了，我们看看他今天给你写了什么。离哥，有没有出去晒晒太阳啊？今天我叫空城给你买了鲜花饼，你明天要我给你买什么呢？突然想到，我们的梨花盛开了吧？闻到花香了吗？一定很香吧？啊，记得让紫金每天给它浇浇水。你不用担心四哥，四哥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好好休息，好吗？四哥，我去给梨花浇点水啊。此生泪如沙舍无边际，痛到风花雪月与你，用尽这一生的眼泪换不起雨，待天看运气再来及。此刻各司切切操心志，爱抚到笔尖巧与你，踏过这一刻的生死绝尘。